大家好，许多初学的投资者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个人财富自由的故事，也许你可以跟着他来学。他的网名叫 Buy and Hold 2012，买入持有2012。他的投资风格是买入持有，只买不卖，长期投资，过去25年或50年，股息持续增长的股息贵族或股息王，他子孙三代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财务自由。我刚开始投资个股时，就是跟他学，所以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来学。1970年，他靠给人割草、送报和父母给的现金礼物攒的4000美刀，开了个股票账户，开始投资3只股票。这3只股票是 Exxon 美孚石油、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和雅培制药公司。在这中间又增加了一些投资。14岁开始投资，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52年。现在的总资产是8600多万美元。我计算了它的年化收益率，每个10年来计算，70年到80年，它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14.58%。因为它这中间投资没有具体时间，所以我按照平均到10年来计算，它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那么多。然后到90年代，它的投资收益率大概是31%还多，到2000年大概18%，然后是到2010，这10年期间有2000年的科技股大灾和2008年次贷危机，造成它的资产几乎没有增长。到2020年这一个10年，它的收益率大概15%。我算了它的平均的投资收益，大概52年涨了1488倍，平均收益大概平均15%。它的掏投净资产大概是平均大概是21%。它现在的 dividend 主要是靠当初投资的3只股票，大概占了一半的它的股息收益。它现在的股息收益大概是279万。然后它在这中间是股息带投资，这个收益率已经很好了。他坚持分散投资，他大概投资了大概110只股票。我为什么说你可以跟他学呢？因为他一旦买入之后再也不卖，即使公司倒闭他也不卖。我分析了他的110只股票投资组合，投资组合中的65%的股票表现比标普500好，大概1/3的股票表现比标普差。然后它的投资收益大概是50%、40%左右，还是他早年投资的3只股票和他的分股。它的资产分配大概是现金大概是20%，它的房地产出租房地产大概10%左右，然后其他的就全买入股票70%。股票，它这种只买不卖的买入持有的投资策略，其实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的。它曾经有3次净资产大概损失了50%的价值，一个是在74年到75年之间，一个是2000年、02年，还有一个2007年到2019年。但是他不担心，他说他的股利无论是熊市还是牛市，每年都在增长，从来没有间断。我计算了它的股息收益率大概是3%左右，资产的3%左右。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它的选股的标准。它的选股标准就是过去12个月的滚动市盈率 PE 和预期或者动态市盈率 PE 都小于20，过去5年盈利增长大于10%，然后它的 PE 5年平均 PE 要小于2，然后它的股息连续增长至少10年以上，然后它是贝塔小于1.5，然后呢，它一定是要求这个股票过去10年的收益一定要超过标普500，然后呢，它是在股价跌到52周低点的时候再买入，还有信誉一定要是可以投资级别的再去买。他的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坚持原则，买了高 PE，就是 PE 大于40的股票，比如 Avitech、Sun Microsystems、Mindspring，刚开始涨了很多倍，
最后破产或者被收购。他的最大的遗憾是在科技股期间，人民币股价跌至$1以下，由于恐惧，本来准备买10万美金的股票而没有买，最后它涨到64块，少赚了600多万美金。贪婪让人追高，恐惧让人杀跌，该买不该买，该卖不舍得卖。他的投资方法是跟他妈妈学的，他老是讲他的妈妈是他的导师，精神导师。他妈妈的投资收益比他更稳健。他妈妈是21年的出生，经过了29年的大萧条，造成他们家破产。他爸再也不敢投资股票。他妈妈在公立学校工作，在1966年45岁时开始投资4万美金，也是坚持只买不卖的策略，也是经历了股市的高高低低起伏。他很长寿，活到102岁还健在。然后他妈妈的投资策略跟谁学的呢？是跟他妈的叔叔学的。在大萧条期间，别人都不敢买股票，他就敢买。他的策略是为了减少费用和减少给国家交税。你要是资本收益，你要是交税的，所以他就不想交税，所以他只买不卖。到1970年的时候，积累了大概500万美金，相当于2017年的5000万美金，就妥妥的财务自由了。他经过大概17年，在87年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第一个100万美金，第一桶金吧。经过我的财务自由的之路的实践，我发现这个比较真实。应该是大多数人大概都要花到17年左右，有的人比较短了，像我老婆，我帮她投资一个好股票，大概在12年实现了第一个100万。巴菲特在30岁时候实现第一个100万。如果考虑到他11岁就开始投资，他也花了10几年。就算他14岁开始投资，他也花了15、16年的时间获得第一个100万。如果你利用杠杆或者特别节省，也许能在10年之内获得第一个100万，甚至财务自由。看你愿意付出多大的风险吧。等你获得第一个100万之后，剩下的路就好走了。他为什么要坚持只买不卖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，如果你只是为了赚价差，你可能放弃掉了一个好股票的长期的复利增长，那个是威力是很大的。富达公司做过一个个人股票投资收益率统计，股票投资收益率最高的投资者是死人和很少买卖股票操作的人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你频繁的买卖，你要交税费。你现在是只买这些股息增长的股票呢，你付的税率上也是优惠的，一般只付15%，就是说工资太高的可能20%。他为什么选择分散投资？他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，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牛人，也不可能每只股票都投资正确。所以呢，他就坚持分散。一个分散投资呢，可以相对的减少风险，但是他投资了100多只，我认为是过度分散了。但是这是他坚持的理由。他认为投资是基于概率的，根据80-20原则，好公司只占20%，如果再好一点的公司，可能是20%的20%，极其优秀的公司可能占到不到1%。所以你只有多投资这些好股票，而且投资这些股票一定要是过去的历史收益一定要是高于标普。他在标普500之中再选优中选优，再选了100只股票。按照1%的优质股票来算的话，比只投资4、5只股票选中优质股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他的观点呢，就给巴菲特有点相冲。巴菲特认为要集中投资，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集中投资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那需要时间的积累，对商业的理解，对商业敏锐的洞察力，实在是对初学者是太难了。所以呢，我还建议刚开始初学投资者甚至不要投资个股，就先从标普500或者是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基金或者 ETF 开始，然后呢再研究个股。然后个股呢，你要实在搞不懂，就跟他学。跟他学呢，我也不建议就完全照抄。但是就是说，你要是说还是你自己懂了，然后再投。你要真不懂，我还不建议你多投，或者你就跟他学，少量投也可以。我曾经按照他的投了一些，有些是成功的，有些
收益并不是很好。所以呢，就是建议，还是不懂不做，你懂了，你再操作，就可能收益就更稳定一些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。